信仰是为了得到救赎吗？我这次想问出人们没有问过的问题，或者人们没有想过身为人类的问题。人类来到这世上，并没有任何的指南指引着人们该如何生存，这是和其他动物完全不一样。这一点没有人提出疑问。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动物都拥有的生存的本能，那是写在 DNA 里面的，不需要人的教育。蜜蜂没有上过学，知道如何采蜜，如何分工，如何建立蜂巢。蚂蚁也是，出生下来就有组织分工和完整的阶级，而人类为什么没有？如果最初的人类并没有来自原有的生存本能，以人类的出生状态势必无法生存下来，而有今日人类的发展和族群，这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。所以人类在最初必定拥有一定的生存能力，而人类如何丢失了最初的生存本能？现在人类如何的骄傲自称万物之灵？如果没有出生时的族群庇护，在森林里如何能够对抗掠食者？所以我们现有的认知一定存在着未知的谜。人类生存下来的一切知识和规范是经过了不断的试错，如同所谓的神农氏亲尝百草的过程。也许神农氏并非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，或是机构组织，又或许是某种氏族所累积出来的智慧。因为过去并没有名字的时代，也许就是一个宗族。人类经过以口传智慧，到书写书籍，最终将所有的知识分门别类，生存的知识技能累积，而人类生存的方式到个人的思想行为规范，通过约定俗成，或者透过人为立法，或者宗教信条，致使人类依循这些道理或者准则。人对于无法理解的事物归咎于神或者非自然的现象，而宗教由人类创立，由人去诠释或者解释无法理解的事物，或者无法解决的问题。而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经典，都是透过人来传达神的旨意，或是透过圣人的领悟来诉说他所看到的真理。人究竟该如何的生活、行为、思考、作为或者不作为？依循这些方式是为了进入神的国度，或者所谓的天堂。不作为而会下地狱，或者会遭致如何的惩罚？而宗教的意志究竟是为了让人们幸福，亦或是不幸福？神究竟是为了让人们幸福，或是不幸福？然而这些问题究竟是谁回来回答？是神，或者是神的代理人，宗教的权威者？有宗教认为人生来就带有原罪，身为人就是一种罪。也有宗教认为人的存在就是遭受惩罚，必须经历生死轮回之苦。人的情欲都是罪，必须要除去，才能够获得幸福。人有罪，那么动物呢？他们生来就是受到欲望生存驱动的生存体，又该如何去解释这些呢？人被创造出来，无论是神创造，或者是外星人创造，或是自然进化，一定有存在的理由，或是被创造的理由，亦或是自然进化的理由。由我们人类自己本身来看，我们也是造物主，而我们所创造的是没有生命的东西。我们创造的原因是为了实用性的理由，或是基于表现自我，又或是另外一个我的延续。这就是谈到人工智慧。我们为什么要创造人工智慧？为了替代我们自己，为了去做到我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。而我们又会给予它有怎样的规范和限制？如果人工智慧能够取代人类的智慧，而它又没有生存的限制，而它将更趋近于神。如果以这样的逻辑，人类就是有生命实现的神。如果我们是神，我们会创造天堂或者地狱，给予我们的造物，或者我们会将造物直接设计成最完美的形态，不需要后天再予以惩罚和规范。所以人类的存在不该是具有原罪。身为人类，经历生老病死或者种种的经历，而拥有的一切的情感应该不能被视为是罪恶或者惩罚，而是存在的一种体验及试炼或者是课题。跳脱宗教的草臼，现在有这么多的外星人资讯来告诉人类，人们的灵魂是永生不灭的，与宗教说的无异。不同的是，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是一体的，都是神的一部分。世上不存在不是神的东西。神透过创造不是自己的分身，来体验并且证明自己的存在。黑暗如何得知自己的存在？需要有光明来衬托，善来照应出恶，长来对应短。这世上为何存在着如此多的相对存在？也许就是因为基于此，没有对应之物就无法反映出差异。存在对应住不存在，常对应着无常。神要感知自己的存在，
就必须创造出不是自己的存在体。人类不断地在找出世界的规律，物理的、化学的、人为的一切理论都是为了解释人所感知的世界。所谓的客观事实其实并不存在，存在只是我们所相信的客观事实，所谓的现实认定，可是往往都会被新的现实所推翻。当有一天我们真正面对到外星人，那一天我们才会相信，也许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客观现实才是虚幻的假象。此生定能释怀，胸怀大海，春暖花开，历经善恶皆是爱。